有着一种既先进又智障的感觉，几乎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中看不中用。真的想一下炫它2分。京都站人太多了。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4日，我们在日本旅行的第9天。今天我们将离开松本，前往日本曾经的首都，历史悠久的京都。中间我们会游览一下奈良景宿，这个曾经在中山道上最繁忙的驿站。前一支视频我们游览了一下古老的驿站奈良景宿。奈良景宿跟奈良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虽然都有奈良2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到名古屋，乘坐新干线前往日本历史悠久的古都京都。京都应该是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了，如果要选出一个最能代表日本特色的城市，那应该非京都莫属了。一般第一次到日本的游客基本上都会把京都安排到行程。新干线的检票闸机很有意思，有多张车票是要一起检的，2张车票叠在一起塞进去。第一次用还是挺懵逼的，有着一种既先进又智障的感觉。新干线列车的上座率非常高，我们没有买指定席，上车之后已经找不到挨着的座位了。反正时间也不长，就分开坐吧。如果必须要挨着的话，一定得提前买指定席。京都站人太多了，拖着行李也不太方便，就没有在车站拍什么素材。这里地铁线路比较少，所以主要靠巴士。车站外边的巴士站繁忙程度不亚于火车站。拖着行李挤巴士，晃晃悠悠到了满心期待的酒店。这个酒店我真的是要花一些篇幅重点介绍一下。这个酒店几乎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中看不中用。预订酒店的时候看到酒店的照片，感觉这是一家很特别的酒店，装修的像一个美术馆。我看房间挺大的，而且逼格拉得很满，还可以俯瞰鸭川边的街景，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就毫不犹豫的下单了。然而这极简主义风格的设计，这幅画前面的空间占了整个房间的1半的面积，完全空着，甚至连把椅子都没有。这个床拥有一个坚固的薄边，让它看起来干净又整洁，但是专治睡觉不老实啊，一不小心那个锋利的边角就跟脚后跟来了一个亲密接触。为了防止太阳暴晒，它很贴心地设计了半高的窗户，但是一大早屁股就被热情的阳光透过稀疏的窗帘抚摸得暖洋洋的。我其实是很少给差评的，这个酒店真的是有点意外，放弃了很多实用性为视觉让步，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呢？当然这个酒店还有很多其他设计不一样风格的房间，可能不会像这间这样，我没有体验过，没有发言权，就是提醒一下自己选酒店的时候不能太视觉党了。阴了一天的京都在日落时分露出了一抹霞光，饥肠辘辘的我们俩寻到了一家宝藏餐厅。这是我们在往清水寺溜达的路上看到的一家小小的却很温馨的小餐馆，主要经营日式西餐，就像牛排配米饭和味增汤这种。小小的一间，感觉像是一家3口经营的。屋里也就10几个座位，甚至窗口的角落还塞了一个单人位。之所以说是宝藏，当然不光是餐厅的布置了，牛排的肉质非常好，熟度也做得很不错。一份牛排套餐只要2000多日元，真的想一下炫它2份。除了稍微小了一点，找不到任何槽点了。
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大肉，扛行李爬楼梯和挤公交的疲劳一扫而空，顿时来精神了。再走它2公里去清水寺转一圈。日本竟然已经有共享单车了，还挺想试一下这个滑板车的，但是这个 APP 操作还有点麻烦，要先做交规题，没有中文，下次有时间再试吧。因为之前已经来过京都了，也逛过清水寺和八坂神社，但是晚上的清水寺还真没见过。这次就借着饭后遛弯的机会去看看清水寺的夜景。走在这窄窄的街道上，队友突然感慨，这边每家每户都是独立的多层房子。我突然想到，国内即将拆迁的那种城中村是不是就跟这差不多？只要听到了即将拆迁的消息，马上1层平房变成了3层、4层、5层的复式豪宅，再配上这错落有致的电线，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路边有很多收费停车场。之前听说过一个说法，有一些人在日本买了一小块地，之后没钱盖房子了，就先建一个小停车场，挂个收费的牌子就可以收费了，经营个几年，把建房的钱挣出来再盖房子。不知道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前边那孩子敲的是什么乐器吗？大城市晚上就是会繁华很多，晚上快8点了还车来车往的，街上到处都有自动贩卖机，完全不需要带很多水，感觉很久没有在晚上看到这种景象了呢。虽然离开东京也没几天，现在虽然已经晚上8点了，虽然天气阴沉沉的，但是京都这边还是挺热的，而且是闷热。从凉爽的中部地区过来，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闷热的天气会让体能下降得更快，所以尽量喝一些补充电解质的运动饮料。晚上都这么热了，白天得啥样？
感觉温度直逼北京了呢。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据说建于公元778年，那时候应该是中国的唐朝，估计是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时候建造的。后来在应该是1633年重新修缮，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走着走着，天已经黑了，光线太弱了，现在画面出来已经全是噪点了，就稍微放一点杂画质的片段吧。也有不少游客在晚上来清水寺这边。商店全都关门了的街道也别有一番风味儿。今天京都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要去位于京都远郊的3000院，有兴趣的朋友点个关注，不要错过哦。大家晚安，拜拜。